大家好，我是周弟。这次的影片是接着上次边尺介绍的下半部，还没有观看上半部的可以去频道找一下。上次介绍了齿边的重要性，以及前臂齿边是如何形成的，都是光听我推论。这次我们来验证一下吧。在第3次的工业革命后，我们有了蒸汽机，所有用人力才能完成的事都改用蒸汽机自动生产。我们的制币技术也从手工打字技术转换成用蒸汽机铸币技术。光绪期间，我们最早的铸币机器是从英国购买来的，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跟英国购买，中国也不例外。当时中国还是用银锭来交易，交易时称重太不方便了，才搞出一堆不同的计算单位，什么库平、官平、广平等，就连政府收税都开始用外国银元，因为每一枚重量都一样，只要算枚数就好啦。依赖大量外国银元，使得中国白银外流。因为银锭的含银量极高，拿去换外国银元太不划算，只好引进英国铸币机器来发行属于中国自己的银元龙银。虽然中国没有太多铸币有关的文献资料，我们可以直接参考当时英国铸币的资料。在西元最早1555年，他们曾经试图的想要制造这个英文字母在前臂齿边上，他们利用一个齿边条，上面刻着英文字母，打算印在前臂边缘。他把这个齿边条放在圆形钢圈的周围，然后放在机器上面，上下模把臂胚打出来之后，再把前臂拿出来，再把前臂周围的齿边条取出，就形成这样的齿边。可是这个做法因为太耗时间了，所以没办法量产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在西元662年的时候，他们用了齿边直线运动滚花边，它前臂是先冲压正反两面，完成之后再开始滚边。把前臂放在这里，用齿轮的原理运动，把前臂往前推，其实就是光边机的概念，所以当时是大量的使用这种齿轮的原理。在西元1780年之后，他们发明了这个3片齿边膜，也就是像图案一样，那是3片加在一起，形成了圆形的齿边膜钢圈。这个做法是为了冲印一些齿边不是直齿边，它可能是一些英文字母印花在前臂的边缘上，就利用这个图片这样子冲盖之后，原理都是一模一样。银胚挤压到旁边的英文字母的齿边膜之后，这3片会打开，好让前臂掉下来。后面研发有6片，有3片、6片的。那直齿边，他们资料显示确实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做齿边模具是有点像我们做戒指一样，将钢圈套在这个从窄到宽的齿边母模具钢棒上。这个是一个已压印好的齿边母模具，有点像锥形的棒子。工作钢圈膜套上去到宽的地方时，齿边就已经压印在钢圈上了，齿边膜就完成了，形成上窄下宽的这种感觉。另一种做法就是小齿轮在这个钢圈内侧压印出这个齿边的这个样子，所以这样子滚的时候就会有重复的部分。很多前臂的齿边有重复齿边的感觉，应该就是这个关系。以上资料来自这本书，里面详细记载着古代到近代的铸币机演变，我只是截取齿边的部分大概的说一下。书里还有更详细的讲解铸币技术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来研究。当然，在中国具体的齿边制造方式是怎么样，我无法很明确的证实，因为清朝末年各省为政，部分地方政府的制钱方式都不太一样。比方贵州陵园是临时用当地的兵工厂制造银元，战争的关系，文献资料都随着兵工厂一起烧毁。相信大家都更加了解齿边了。以下为大家介绍齿边形成的过程。会产生哪些特殊的状况呢？说一下橄榄齿吧，很多银元都会有橄榄球形状的凹槽齿，这个绝对不是齿边膜是橄榄球形状，而是制作空白银胚时，银胚经过光边机打磨后，边上形成圆弧形。当银胚被挤压到边齿膜时，最先碰触的面是最突出的部分，上下圆弧的地方没有接触到齿边膜，所以橄榄齿上下方较窄。因为是这个圆弧状，越外侧越少与齿边膜接触到，才会有橄榄形状出现。最后说一下，拿个前臂用放大镜看齿边时，慢慢滚动前臂观察，常常会发现细齿怎么会从明显到不明显的情况。
为什么齿边会有一面齿比较深，另一面齿比较浅呢？真相就是当银胚被摆放在铸币机上时，并没有摆放在正中心的位置，所以当银胚被挤压到齿边膜时，齿边压印就会不均匀。除了银胚没摆正中心外，还有图上的这种情况，直接用旧影片来补充吧。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前臂跟齿边膜上下模具打了之后，可能那个高度调节没有调节好，上模具可能比较高一点，导致齿边膜跟前臂并不是这么的平整。那前臂在推上来的过程，你看推上来的时候就会形成这样子的，上面这边会有这样子的，下面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因为他们对焦没有对好。这些细节会让你提升不少看真假的能力哦。这是比较专业领域的必藏知识，我也欢迎大家指正我，并一起在留言区讨论起来吧。这次内容就这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